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六，小树蛙下午到狐狸猫家写完作业后，他们都觉得肚子有点饿，打算去厨房找点心吃。这时，却发现狐狸猫爸爸也在。是小树蛙跟狐狸猫啊！你们想要吃烤地瓜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最喜欢吃烤地瓜了。那可以帮我去后阳台的篮子拿2条地瓜来吗？好。他们俩走到了后阳台，狐狸猫随手挑了2个地瓜，很惊讶地发现没煮过的地瓜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呀！爸爸，原来没煮过的地瓜长这个样子啊！但为什么上面会长了一根草呢？哈哈，那个不是草啦，那个是地瓜叶。咦，真的吗？没错，其实我们平常吃的地瓜叶就是地瓜的茎和叶子哦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平常吃的地瓜就是地瓜的种子。不是啦，我们吃的是地瓜的根，因为长的是块状的样子，又叫做块根。所以地瓜发芽后，本来只有根的地瓜就多了茎和叶，这样就变成一株新的地瓜喽。你们说的都没有错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原来只有一个器官的地瓜就变成了一株地瓜，然后又结了很多地瓜，然后又变成很多株地瓜。地瓜越来越多株，这样算不算生殖呢？如果是生殖，那地瓜是爸爸还是妈妈呢？地瓜没有公母之分，而且一颗地瓜就可以长成一株地瓜，没有精卵结合，所以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无性生殖。没错，之前你们学过根、茎、叶是植物的营养器官，所以这种利用根、茎、叶这些营养器官进行生殖的方式，称为营养器官繁殖，直接透过细胞分裂产生新个体。也因为根、茎、叶没有性别之分，所以它也是属于无性生殖。而利用无性生殖长出的新子代，它们的特征会跟亲代几乎一模一样哦。哇，这根本就是复制嘛！哈哈，没错。你们刚刚到后面篮子拿地瓜时，还有看到什么吗？还有红萝卜，还有马铃薯。没错，其实旁边还有跟地瓜长得很像的马铃薯，它们也可以进行营养繁殖哦。只是红萝卜和地瓜一样是用块根，而马铃薯则是用块茎来繁殖。爸爸，我们家的阳台是不是还有利用营养器官繁殖的植物呢？有啊，我们一起去寻宝吧。马铃薯利用营养器官繁殖的方式，由何处长出新芽及新根 ？A. 根的任意位置 B. 匍匐茎 C. 叶缘缺刻处 D. 块茎的芽眼。正确答案为 D。哇，是草莓耶！对啊，草莓除了可以开花结草莓来繁殖外，也可以进行营养器官繁殖哦。它是利用这条长长的匍匐茎长出新的个体。小学学过，花有雄蕊和雌蕊之分，所以草莓会开花结果是有性生殖，会用匍匐茎来进行营养器官繁殖是无性生殖。而且我还发现呢，新的草莓植株是从匍匐茎的节长出来的。爸爸，那这个石莲花是不是有性生殖呢？石莲花看起来像一朵花，但是那不是花哦，那是它的叶子排列看起来像一朵花。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朵小小的石莲？它是从一片石莲的叶子长成的新个体。就像另一盆叫做落地生根的植物，也可以看到掉在土上面的叶子旁边也长了很多小芽。对了，你们看窗外的竹子，
它们其实也是利用营养器官繁殖哦。在我们看不到的土壤中，其实有地下茎可以长出竹笋，然后竹笋再长成新的竹子哦。还有发芽的蒜头，它是从蒜头的鳞茎中长出新芽，也是无性生殖哦。如附图的马铃薯甲处会长出芽，则这些芽是细胞经由何种方式而产生的 ？A. 细胞分裂 B. 减数分裂 C. 出芽生殖 D. 断裂生殖。正确答案为 A。对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植物或农业上要使用无性生殖吗？我知道，因为它们长不出种子。不是哦，它们其实不是长不出种子，只是长出种子需要耗费很多时间与养分。相对有性生殖来说，无性生殖需要的时间与养分比较少，所以在农业上也很常利用这种方法哦。除了这个，你们觉得跟有性生殖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知道，无性生殖是利用细胞分裂产生子代，所以子代特征会跟亲代一模一样。有性生殖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农夫们利用无性生殖栽种，就可以保持这些农作物优良的品种。非常棒！对了，你们刚刚去厨房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想吃点心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冰箱有优格，刚好这里有草莓，摘一些夹在一起吃吧。耶！利用根、茎、叶等营养器官繁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？A. 降低人力成本 B. 节省时间 C. 适用于各种生物 D. 保留亲代优良品种。正确答案为 D。又到了课程尾声，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。一、植物利用根茎叶这些营养器官进行无性生殖的方式，称为营养器官繁殖。二、利用无性生殖长出的新子代，它们的特征会跟亲代几乎一模一样。三、不同植物利用不同部位的营养器官进行繁殖，例如根、地瓜、胡萝卜；茎、马铃薯、块茎；竹子、地下茎；草莓、匍匐茎；蒜头、鳞茎；叶、落地生根；石莲。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，除了营养繁殖，植物还有其他无性生殖的方式吗？而动物或其他生物是否也可以进行无性生殖呢？欢迎你去寻找答案，并留言在下方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